早就说过了，这死丫头就是个扫把星。当年让你不要养不要养，你非不听。现在好了，这么多年的粮食都浪费了，你开心了吧？哼！哎呀，这孩子都没了，能不能不要说了？怎么着？你现在还怪上我了？就他这长相，就他这身子骨，把他送给张员外当小妾，还抬举他了。哼，竟然还敢自尽，养了他这么多年，什么好处都没得到，老娘真是要被活活气死。张员外他都60多了呀，我们小雅那才16岁。不行，这实在是太委屈他了。好了，人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就别再骂他了。哎呀，算我求求你了，咱们把他带回去安葬了好不好啊？安葬什么安葬啊？不得花钱买棺材呀？行了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，喏，就把他扔在这儿，喂狼。身子陡然一震，像是从什么地方滚落在地。赵小雅脑子混沌一片，只觉得全身都在疼。她想睁开眼，奈何怎么都睁不开，只好听着耳边那奇怪的对话响了一阵，慢慢的归于平静。点个订阅吧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扫把星？什么张员外？什么小妾？什么自尽啊？拍电视这么些人的吗？脑子昏昏沉沉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赵小雅终于睁开了眼。哎呀，赵小雅挣扎着坐起身，这才看清楚了全貌。这不知是哪里的荒山野岭，寒风凛冽，吹得她很快颤抖起来。哎呀！赵小雅定睛看去，手腕处竟然有一道伤痕。许是因为她的动作牵动，原本干涸的血迹又裂了开来，有鲜红的血自伤口流出，像是要带走她全身的力气。怪不得虚弱成这样。赵小雅在原地喘了一会儿，积攒了些力气，起身朝着一旁的小溪走过去。溪水冰凉刺骨，她忍着寒洗净了伤口，又撕下衣服上的布条绑上，勉强算是处理好了伤口。刚才昏迷时听到的话断断续续在脑中连成了线，脑中不断有陌生的记忆涌出来。赵小雅皱着眉，将事情拼凑出了个大概。赵小雅16岁，是赵家大房的养女。赵母李芬芬，也就是刚才那个气急败坏的女生，为了给自己的亲生儿子攒钱娶媳妇儿，将她嫁给了60多岁的张员外当妾。而这身体的主人因不堪受辱自尽了。呀，是真的！昏迷之前的记忆一下子涌了上来。雨夜高架，忽然迎面撞来的车辆。赵小雅狠狠地闭了闭眼，忍不住骂了句脏话。她是有多倒霉，出了个车祸竟然穿越了。穿越也就罢了，竟然还穿到一个这么倒霉的姑娘身上。家人好心把她养大，就是为了贱卖给自己的亲生儿子攒钱的。如今倒好，她因自尽被张家退了回来。这家人连副棺材都不肯准备，连个坑都不愿意挖，竟然就把她扔到这荒郊野外喂狼。脑中骤然闪过一丝模糊记忆，赵小雅连忙对着溪水低下头，一看又是吓了一跳。很好，出身贫寒，身世坎坷，幼时还被开水泼过，直接毁了容，还敢再惨一点吗？赵小雅骂骂咧咧地站起身，想要下山回到有人烟的地方，才转过身，就如同雷击一般定在了当场。面前是一只狼，瘦骨嶙峋，皮毛也失去了光泽。赵小雅忍不住往后退了退，这狼看起来很虚弱，可那毕竟是只野兽，凭他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大概是凶多吉少。那狼盯着他打量了一会儿，或许是觉得没什么威胁，张开四爪猛地扑了过来。
赵小雅连忙朝旁边跑去，脚下却被忽然绊了一下，狠狠地摔倒在地，捡起了方才绊倒她的那块石头，趁着老狼又扑过来的时机，将那石头朝着狼扔了过去。老狼躲闪不及，被那石头砸了脑袋，嗷呜叫了一声，跌落在地上。还没来得及爬起来，赵小雅已将一根树枝狠狠扎进了他的眼睛。赵小雅没有丝毫停顿，捡起刚才那块尖利的石头，一鼓作气扎进了他的脖子。老狼挣扎了一下，这么好看，不动了。点个订阅吧。这一番动作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。赵小雅回忆了一下，才想起来，这身体从昨天到现在都没进过食。她盯着被自己扎穿的狼脖子，忽然低头就着那伤口狠狠地饮了几口狼血。生死面前，什么讲究都是多余的。好不容易恢复了些力气，赵小雅用那尖利的石头剖开了狼肚子，预备生火烤肉，好好恢复一下体力，再做打算。哎，这狼肚子里怎么会有个镯子呢？莫非是这只狼先前吃了个什么人，留在腹中消化不良？他沉吟片刻，将那镯子拿到溪边洗净，对着日光细细地看。那镯子材质不同寻常，似玉又非玉，在日光下隐隐有些流光溢彩。赵小雅抖了一下，听闻狼是群居动物，很少会单独行动，保命要紧。她有些可惜地看了一眼没有动的狼尸体，跌跌撞撞地跑了一段，依着记忆找到了一个山洞，躲了进去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洞内干燥，倒是没有见什么野兽的踪迹。赵小雅找了一处干净一点的地方坐下，低下头去看自己的伤口。经过刚才的奋力一搏，左手腕火烧火燎的疼，也不知道感染了没有。解开渗了血的布条，伤口果然裂开了，好在暂时还没有发脓的迹象。动作间，腕上的鲜血滴落下来，不偏不倚，落了一滴在那镯子上。眼前光景骤然变幻，赵小雅愣愣地看着骤然亮起来的山洞，那镯子悠悠闪着光，铺陈开来一幅模模糊糊的景象，流光溢彩，宛若仙境。赵小雅犹豫着伸了手过去，手指竟然穿了进去。她胆子大了些，起身抬脚迈了进去。面前景象豁然开朗，脚下是大片大片的植物。她弯下腰辨认了一番，惊喜地发现竟都是珍稀的药草。她一时忘了自己的伤口，提着裙摆在药田之中穿梭，走着走着便到了一汪温泉。泉水清澈，水面上有袅娜雾气蒸腾上来。赵小雅嗅了嗅，隐约闻到了一些似有若无的药香味儿。在现代，她作为一个优秀的中医世家传人，一直想弄一个药泉，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能如愿。如今竟在此地遇到，怎能让她不惊喜？犹豫片刻，赵小雅有心试验一下这灵泉的功效，将衣服脱了，赤脚迈了进去。泉水温热而不灼人，不过泡了片刻，便似有充沛的气息沿着四肢经脉而上，原先那饥饿感慢慢消失了。赵小雅低头一看，手上的伤口不知何时已止住了血。呵，果真是个好地方。泡完灵泉，又找了些药草重新处理了伤口，赵小雅才跨出这方空间。赵小雅将镯子擦干净，珍而重之的收进了怀里，迷迷糊糊的靠着山壁睡着了。这穿越过来似乎也并不全是坏事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第二日一早，赵小雅就醒了，照着记忆中的样子一路下山回到了村里。远远的就看到一个正在洗衣的妇人。张婶儿！那妇人疑惑的抬头看了一眼。哎呀，闹鬼了！赵小雅也是无语了。
村里人很快聚集到了一处，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赵小雅。昨天他明明就死得差不多了呀，怎么这会儿又活过来了？怎么是活过来了？我看啊，这分明是闹鬼了。没听见昨天晚上那么多狼叫声吗？对呀，她一个小姑娘，肯定早就被狼群分尸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是鬼，一定是鬼。在这些明目张胆的议论声中，赵小雅的视线落到了最后跑来的赵家一家人身上。跑在最前头的就是他的养父赵随刚。只见他一把分开人群。啊，小雅，小雅，是你吗？你还活着？哎呀，你糊涂了！昨天他明明已经死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自己自杀的，可怪不得别人。赵家把你养这么大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这便是他的养母李芬芬了。娘，你不认得我了？我是小雅呀。爹，我是小雅，我没死。你儿命大，捡了一条命回来。视线落到赵小雅的手腕上，那用布条缠着的伤口。呀，是我的小雅，我的小雅没有死啊！赵小雅冲着他微笑。人群中早已嚷嚷开了。李芬芬见丈夫被拉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壮着胆子上前推了推赵小雅，触手温热，果真是活的。算你命大，哼！既然回来了，就赶紧回去干活吧，家里一堆活等着你干呢。赵小雅一边半推半就的任由他拉着，一边打量着身边围着的众人和这个小村子，将周围的一切与记忆里的一一对应，算是强化了一遍。才到家里，李芬芬就将他按在了院中的凳子上，随后扔了一堆衣服出来。赶紧把这些衣服洗了，好吃好喝的把你养大，指望上你什么啦？张员外家大业大有什么不好？你竟然还敢自杀，这下你开心了？他们把聘礼钱全都要回去了，臭丫头，气死我了！等李芬芬转身进了屋，赵小雅看着那一堆脏衣服，冷冷地笑出了声。把话说得这么理直气壮，得亏原本赵小雅的记忆还在，不然她还真以为这家人对她有多好呢。从小把她捡来就是干各种活儿，等她长大再把她卖了给自己的儿子攒钱娶媳妇儿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？小雅呀，你还活着，那真是太好了！来，爹呀，给你拿了2个包子，来，你赶紧吃。你的衣服爹给你来洗，你先吃，快点吃啊！赵小雅一愣，赵随刚果真拿着衣服开始洗了起来，一边洗一边还絮絮叨叨着把他留在那里之后他有多后悔。小雅愣愣地将包子送到了嘴边，还是肉馅儿的，到底是一直没吃东西，这一口瞬间燃起了饥饿感。哎呀，赵随刚，你个没出息的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一口包子的代价是赵随刚被臭骂了一顿。随后李芬芬给赵小雅指派了新的差事，上山砍柴拿去镇上卖。赵家不养闲人，不干活就不给吃饭。他把那一个包子囫囵吃了，另一个却被李芬芬夺了回去。赵小雅走在上山的路上，还对那个包子念念不忘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呸，真是出息了。赵小雅骂了一句自己，想想以前因为家里条件优渥，她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，可是现如今到了这里，竟然连吃个包子都要用这么辛苦的活儿来换取。赵小雅回头看了一眼这村子，决定还是照办。毕竟现在时局未明，她还不好就这么跟赵家撕破脸。赵小雅在现代虽然没干过重活儿，但这个身体却是习惯了这种强度的劳动的，很快就砍好了柴。她又采了不少药草，打算明天一起拿去镇上卖。颇有些成就感的下了山，这才发现赵家聚满了人，人实在太多，
他站在门口，径直就要往自己的院子里走。哟，死了一趟，怎么变得这么没规矩啊？人都不喊了。就是呀，大嫂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你们俩呀，就是太惯着他了。瞧瞧，让他去砍柴，带了堆野草回来。赵小雅回头看了一眼，说话的是她的二婶跟三婶，两个女人打着配合，说话非常难听。一回头看到李芬芬难看到极点的脸色，她在心里冷嘲了一句无知，转身就走，把那些奚落声扔在了耳后。住的地方有些破，但有了昨天山洞的对比，赵小雅对这个屋子还算是满意。将怀里的镯子拿出来擦了又擦。赵小雅打定了主意，明天去镇上好好观察观察，看能不能找到尽快离开这里的法子。第二日一早，赵小雅是被李芬芬的大嗓门吵醒的。她皱着眉坐起身，就听李芬芬已经骂开了：好吃懒做的玩意儿，还不赶紧起来？还等着谁服侍你呢吗？赶紧起床去镇上卖柴！对这样的魔音川儿实在是没有好感。赵小雅叹了口气，匆匆忙忙地洗漱了一番，拿了个没有馅儿的馒头就上了路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镇上离村子不远，赵小雅很快就卖了柴，得了几个铜板，就在街上慢慢悠悠地溜达，打算好好在这里观察一下这里的风俗民情。谁知还没走出2步，身子忽然就被人撞了一下，那人飞快地跑了。赵小雅一摸，荷包没了。来人啊！抢劫了！来人呐！公子，能不能帮我追一下那个人？他抢了我的钱。那男子生得剑眉星目，轮廓硬朗，随随便便站在人群中也是个出挑的长相。但听了他这一句话，他嘲讽一笑：哼，帮你？凭什么？你一无钱财，二无姿色，哪里来的底气让别人帮你？赵小雅一愣，这才想起来，自己如今这张脸是又是被开水烫伤毁了容的。他憋着一口怒气，狠狠地瞪了那男子一眼，上前又追了几步，见身边一个胖子穿得极为讲究，而那荷包正一晃一晃地在腰间晃荡。他眼珠子一转，将那荷包一把拽下，又狠狠地撞上了那胖子。哎呀，公子，你的钱包被抢了，就那个刚刚跑过去了。胖子一摸，果然是没有了。给我追！我的钱包被抢了，你哭什么？我的也被抢了，我刚刚正追着呢，结果就见公子你的也被抢了。2个家丁很给力，很快就追到了，将那人按在了地上。赵小雅立刻上前翻找，把自己的荷包找出来，随后不动声色地把胖子的钱包扔在了一旁，拿起来道：公子，这是不是你的？对，是我的，今日多亏了你。呸！敢偷小爷的钱包，给我狠狠地打！那人被摁在地上，一开始还急着否认，但很快就开始不住地讨饶。赵小雅将荷包放好，心情十分愉悦，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落入了方才那男子的眼中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赵小雅一路走一路看，最后停在了一家医馆门口。想想昨日辛苦采的药草，医馆应该会要的吧。她提着口袋进了门。看病还是抓药啊？掌柜的，我是来卖药草的，你看看。他说着就把手中的口袋放到了柜台上，将里面的药草铺陈开来。这是我昨日在山上采的，你看看能值多少银子。哎，有什么阿猫阿狗的也自称自己懂医呀？你分得清野菜和药草吗？赵小雅惊呆了，她不过是来卖个药草，这掌柜的都不识货的吗？这些药草虽然算不上珍稀，但也是许多药方必须的，他怎么这样啊？提到医学，赵小雅便好像换了个人，当下她也冷了脸。掌柜的莫非不识得这些药材？若是不识得，便找个医师过来看看吧。我说，
你是谁家没有教养的丫头啊？长了这么一张脸也敢出来招摇过市，你当你是跟谁说话呢？赵小雅正要反唇相讥，大夫，救命！大夫，快帮他看看吧，大夫。里边出来一个素衣大夫，见状连忙叫人把他扶到了床上躺着。医馆内出了这事儿，那掌柜的自然顾不上赵小雅，急急忙忙的上前帮忙去了。赵小雅也走上前去，细细观察了那人的症状，很快便下了结论，这是典型的癫痫呢。他皱着眉，连看着那年轻医师把脉又扎针，很是忙了一通，结果竟丝毫没有好转。赵小雅惊呆了，这个年代连癫痫都束手无策了吗？向大夫，您是咱们镇上最好的大夫了，您快点救救他吧。向云墨眉头越皱越紧，眼看着面前那人的症状毫无好转，身旁忽然伸过来一只手，将一块纱布精准地堵到了病患的口中。所有人都惊讶地回过头，掌柜的看清了他，便骂道：我说你这丑丫头怎么还不走？存心来捣乱是不是？赵小雅却一把将他推开，顺道拿走了向云墨手上的银针，没好气的道：由着他抽搐，然后把舌头咬断吗？他伸手松开了那病患的领口，吩咐道：帮他把吐出来的东西擦掉。随后对着他耳周的穴位开始扎针。随着赵小雅的一连串动作，那病人慢慢停止了抽搐，到了最后已经可以平静呼吸，恢复了神智。执笔。我说你写。他不会写繁体字，若是这种时候露了馅儿，可不大好。仔仔细细报了几个药名，赵小雅看着向云墨皱眉思索的样子，耐心地为他解释了一二。癫痫本是寻常病，但这是一个不知名的朝代，若是这里的人未曾见过这种病，倒也情有可原。等送走了那病患，医馆内骤然安静下来。脸色最诡异的要数那掌柜了，他向来狗眼看人低，骤然见这么一个丑丫头带着药草来卖，他是连理都不想理的。谁曾想连向云墨都没有解决的难题，就被这么一个丑丫头解决了。看他那架势还颇为轻松。向云墨却不是这么重颜面的人。在下向云墨，今日得姑娘赐教，不知芳名几许？赐教说不上，我叫赵小雅，今天带了药草来卖的，正好碰上了这事儿，顺手罢了。好，赵姑娘带了什么草药？赵小雅看了掌柜一眼，把那药草袋子递了上去。向云墨细细看了一眼，姑娘这几味草药都是刚需，周掌柜，劳烦你了。赵小雅得意洋洋地看着那掌柜，只见那周掌柜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，还要憋出笑容来。是。向云墨很是热情，似乎一点也不介意他的相貌，拉着他讨论了好久的医术。赵小雅也来了性子，与他相谈甚欢。等离开医馆，他身上已经有了不少银两，当下心情更是愉悦，哼着小调就朝着最近的酒家走去。点个订阅吧。秦子琛就站在医馆门口，一直目送着他离开。事实就是这么巧，他刚好来这里抓药，刚好就撞见了方才那一幕。这丑丫头所做的事，他都看在眼里。到了此时此刻，已经不是惊讶二字可以形容的了。去查查他是什么人。随后便跟了上去。赵小雅一直走到了酒家门口，一只脚还未踏进门，就被人拦了下来。这里是吃饭的地方，要饭的不要过来碍眼。赵小雅看着那小二，一脸的趾高气扬，与方才医馆那掌柜的没什么两样。狗眼看人低。哎呦呦，客官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赵小雅走到靠窗的桌旁坐下，硬是让小二把所有的菜名都报了一遍，这才点了一桌子的菜。他喝了一口茶水，眼前一黑，却是一个男子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。姑娘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，不如我帮帮你。哎，这不是方才他遇上抢劫时求助，非但没有帮他，还奚落了他的那个人吗？公子一无钱财，二无姿色，凭什么让别人请你吃饭呀？秦子琛一愣，觉得这话有些耳熟，
等等，这不是方才他说给他听的吗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本公子没有姿色，哼，这位姑娘莫非眼神不好？本姑娘眼神好得很，这位公子没听小儿说吗？叫花子严禁入内。好啊，你最好不要后悔。伸手换了一个手下，耳语了几句。赵小雅见赶不走人，索性也不再白费功夫。秦子琛冷眼看着他吃得狼吞虎咽，毫无仪态，眼角瞥见酒家门口人影一闪，嘴角慢慢勾了起来。那人走进酒家，便开始东张西望，等终于看到了赵小雅，眼睛便是一亮，径直走了过来。小雅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还点了这么一大桌子菜，是知道哥哥我好久没好好吃一顿了吗？赵小雅定睛一看，竟是自己的哥哥赵以轩。他一屁股坐下来，撕下一条鸡腿便啃，吃相极其难看，口中吧唧作响，看得赵小雅皱起了眉头。他记得他这个哥哥整天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好赌又好色，这2日也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在赵家也没有见到他。但是在这里见到自己的哥哥，显然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。他看向一直坐在边上看热闹的秦子琛，忽然发现赵以轩来了这里以后，他似乎没有露过半点疑惑的神情，一直到了这会儿，他还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俩，手里拿了一杯茶水，喝得十分闲适。难道你是？秦子琛挑了挑眉，没有接话。你谁呀？坐这干什么？去，走远点，别影响小爷我吃饭。秦子琛眼中腥味更浓了，不愧是一家人呢。这个做哥哥的，难道就没有想过，或许这一桌菜是他点的？不过他还想好好看戏呢。想到这里，秦子琛起身走到另一桌，也不言语，对赵以轩的骂骂咧咧更是充耳未闻，只点了几个小菜，远远地看着这边的情形。赵以轩好不容易吃饱了，把腿架到了桌子上，身子往后一仰，舒服地打了个饱嗝。他到了这会儿才正眼看自己的这个妹妹，不过才看了他那张毁容的脸一眼，赵以轩就嫌恶地皱起了眉头。小雅，你哪来的钱点这么一大桌子菜？按照他对自家人的了解，没有人会给他这么多钱的。赵小雅叫来小二结账。赚的。等会儿，你什么态度？跟哥哥这样讲话？说实话，钱到底哪里来的？话音刚落，他眼睁睁地看着赵小雅拿出那一锭银子给了小二。这2天在赌场里输了个底儿朝天，到这会儿，赵以轩看到银子眼睛都在发光，可自己的这个傻妹妹竟然就这么把钱花了。此时此刻的赵以轩完全没有想起来，这一锭银子换来的一大桌子，大半都进了自己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我说了，赚的。怎么赚的？你一个丑丫头，上哪去赚那么多钱？不把话说清楚，今天别想走。周围的人纷纷投来奇怪的目光。赵小雅转头一看，便见秦子琛好整以暇的正对着这边看得津津有味。赵小雅哪里受过这样的屈辱，被人当笑话一样指指点点，偏偏导致自己落得这样境地的那个人还是自己的哥哥。他用力拨开赵以轩的手，压低了声音道：赵以轩，你没本事，不代表别人也赚不到钱。刚刚那顿饭我不跟你计较，但是大庭广众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。他说完这话，转身就走。路过秦子琛身边时，停顿了片刻，我记着了。秦子琛愉悦地往嘴里夹了一筷子菜。赵以轩愣愣地看着他，他是从小看着赵小雅长大的，他一向在家里就是挨欺负的份儿，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底气？他忽然这个样子，赵以轩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反应。等他反应过来，赵小雅早已经没了影子。赵小雅刚到家，把卖柴火的几个铜板交给了李芬芬。赵丽受了他一通抱怨，他也不在乎，转身就想走。可刚走出2步，身后就传来赵以轩的声音：赵小雅，你给我出来！
哎呀，逸轩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是？赵逸轩上前，一把将赵小雅拉到了堂屋正中。刚刚我在镇上遇到了他，他一个人呢，点了一桌子的菜呢。娘，你问他哪来的钱？李芬芬脸色一变，手里的那几个铜板瞬间变得更不值钱了。你点了一桌子菜，你哪来的钱？二房三房的人听到动静都聚集了过来，七嘴八舌地问开了。赵逸轩是个不怕事儿大的，把事情又夸大了一番，听得周围的人一愣一愣的。二婶陈杏芳忽然开了口：赵小雅，你不会是偷钱了吧？赵小雅皱眉看向二婶，就听她继续说：这萌萌前2天寄过来的一大笔钱，昨天突然就不见了，我从里到外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到啊！原来是你呀！她说着说着，语气慢慢变得坚定，显然是已经笃定了是她偷的。赵萌萌是二房的长女，因为嫁给了大户人家当小妾，一下子成了全家的骄傲。虽然赵小雅也不能理解这有什么好骄傲的。好你个赵小雅，竟然还学会偷钱了！就是大婶儿，你们这一房了不得啊，3天2头出岔子，咱们家可丢不起这个人。还钱！那几个人乱成一团，甚至开始对赵小雅拉拉扯扯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够了！这银子是我用你们以为是野草的那些药材换来的。你们无知，不代表别人也无知。二婶儿，你说我偷了钱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进了你们院子呀？他一个个的看过去，视线落到赵逸轩身上的时候，却见他眼神一游，竟避开了与他对视。点个订阅吧。赵小雅看到这里，哪儿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她心中冷哼起来。现在几乎可以肯定，那钱定然是叫赵逸轩的给拿走了。那头陈杏芳哪里会容得赵小雅对自己这般大呼小叫的，当即就嚷嚷着上前，拽着她的头发使劲撕扯，还一边骂道：哎呀，你拿了钱还不承认？那钱可是我家萌萌拿过来孝敬我跟你二叔的，就被你拿去胡吃海塞了啊！赵小雅，你要是不把钱还来，我就把你送去衙门去！赵随刚慌忙上前去拦陈杏芳。他二婶，人这有话好好说呀。小雅呀，她就是一时犯糊涂了，您可千万别跟她计较啊。你就算将我送进衙门，我也不怕。衙门是秉公处事的地方，捉贼要捉赃。你将我送去，也得拿出个证据来，县太爷才会相信你。否则空口无凭的，谁会相信你的鬼话呀？他说的煞有其事，倒真把陈杏芳给唬住了。他顿了顿，又继续吼道：哎呀，那可是我家萌萌辛辛苦苦攒的钱，老娘可不管啊！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既然如此，为了证我的清白，二婶请与我说说，你一共丢了多少银子？是什么时候发现丢了的？一共丢了10两银子呢，是昨日啊，萌萌托前村的刘屠户给带回来的，这可是用丝帕子包着的呢，哪里知道今天一大早就不见了。这整个家里啊，就你一大早就出门了，不是你拿的还能是谁啊？见他现在还将嫌疑放在自己身上，赵小雅也不气了，她将目光放在了赵逸轩身上，似笑非笑地说着：就我一个人出门了吗？我今早还在街上碰见我二哥了呢。李芬芬当时就急了，伸手在赵小雅的胳膊上使劲掐了一把。嘿，你个死妮子，怎么着？你还想让你哥替你背锅是吗？你二哥可不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。赵逸轩也梗着脖子：娘说的对，如果真的是你拿的钱，还不赶紧认了，免得爹娘在这里因为你丢人现眼的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赵小雅，你不是说会帮我找回银子的吗？还不快点！赵小雅揉了揉被李芬芬掐得快要青紫的胳膊。阿婶儿，那你将那丝帕拿出来给我瞧一瞧。陈杏芳眼里带着怀疑，难不成看了帕子他就知道了偷钱的是谁了？但他还是进了屋子里，将那帕子拿出来给他瞧。那帕子一拿出来，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上前看去。
从大户人家里出来的东西，可是他们平日里都看不到的好东西。帕子是用蚕丝织出来的，白得发亮，上面的栀子花纹是县里最好的绣娘绣出来的，怕是这个帕子都得值不少银子呢。赵小雅没有去拿帕子，笑了起来，先去井里打了2盆水过来。这银子既然是刘屠户送过来的，那帕子上肯定是沾了猪油的。你把帕子浸到水里看看。这刘屠户是前村的一人，常年都是在镇子上卖猪肉的，手上身上都沾着猪油。那帕子放到水里，立即浮起一层白花花的油脂。赵以轩不明白这是何意，还站在一旁看着热闹。哼，赵小雅明明都在街上花了那么多银子，他倒是要看看他是怎么给自己摆脱嫌疑的。但是随后听到赵小雅的话，他巴不得溜之大吉。既然银子是今天早上发现不见的，这2天家里也没来别人，肯定是家里人拿的钱。那每个人都把手伸进这盆干净的水里，要是有猪油冒出来，肯定就是偷钱的那个人了。这个法子倒是在理了，每个人都点了点头。毕竟他们村子里除了村长家里，也没有谁能吃得上猪油了。平常吃的都是棉籽油或者是菜籽油，浮在水上都是金黄的色泽。众人都将手伸到那盆清水中，不消片刻，水面上就浮着一层黄澄澄的油光。当着大家伙的面，赵小雅将自己的手也伸了进去，水面上没有任何变化。哎呦，我就说吧，我家小雅那绝对不会偷钱的。大二婶啊，你看你这下是冤枉人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陈杏芳的脸上青了又白，嘴巴张了张，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。人群之中，赵以轩缩着脖子，慢慢的往后退着，想趁着大伙不注意，去屋子里拿皂角将手上黏糊糊的油给洗干净。可是人还没走出5步呢，他的衣领子就被人从后面拽着，拖到了人群中央。拖着他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赵小雅。他常年在外面喝酒作乐，身子底早就被掏空了，哪里比得上经常做累活的赵小雅呢？赵小雅，你干什么？赵小雅嘴角勾着在笑，但眼底似冰封一般的冷。二哥，现在大家都试过了，就剩你了。你说说，你急着跑什么呢？赵以轩心中慌乱得很，眼珠子转来转去的，依旧嘴硬着。你哪只眼睛看我跑了？我不过急着去茅厕，连茅厕都不让人去了吗？李芬芬和老爷子赵杰元见赵以轩被他拽着，都骂骂咧咧的，甚至老爷子的拐杖都打了过来。我看你这丫头是要造反了，怎么控制你二哥？那拐杖打在人身上，可是比李芬芬掐的要疼多了。赵小雅咬着牙，硬生生的忍着，在赵以轩逃开之前，用力将他的手摁在了那盆水里。赵以轩的手只在水里泡了片刻，就被他立即收了回去。可是已经迟了，众人都看到那水面上冒起了白色的油花。这下立刻明了了，偷钱的人竟然是赵以轩。眼看着赵以轩就要跑，陈杏芳哪里会这么容易就放过偷钱的，立刻上前拽住了他。哎，赵以轩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把钱还回来，我今天就把你送到官府里去。如今看着事情已经败露，赵以轩恶狠狠地瞪了赵小雅一眼，便朝着陈杏芳求饶。阿婶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做了错事，您就看在我们一家人的份上，原谅我吧，千万别把我送进官府啊！哎呀，老爷子，您这次可不能偏袒这小子了。我家萌萌虽然嫁了出去，可一直都没忘本的，还惦记着您呢。哎呀，都叫人说了，送回来的这银子还要留一部分给您打酒喝呢。萌萌对我的孝心我当然知道，但是以轩是我赵家的娃，你还真把他送到官府去？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家萌萌这些年也没见着回来几趟娘家，我们以轩可是赵家的种，偷了你的钱还你就是。轩儿，把你二婶的银子还给他。
咱们不稀罕他家的钱。娘，那银子没有了。哼，我可不管你把银子花哪儿去了。今天家里人都在这儿，你想躲也躲不掉啊！欠下的这银子必须还给我。赵小雅冷眼看着这些人为了银子露出那副丑恶的嘴脸，一转头就看见他们三婶一家站在一边，看着中间吵闹的人，脸上眼里都是藏不住的鄙夷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满脸不屑。赵小雅不动声色地看在眼里，却是什么都没说，径自走到屋子里去了。掀开衣服摸了一下后背，她虽然看不到，但是能摸出来已经肿了。她手触碰到藏在衣服里的玉镯子，又听见外面慢慢消下来的声音，还是没有拿出来。昨晚她根本没有睡好，今天一大早就去了街上，这会儿困得不行，索性就趴在床上睡着了。睡，整天除了吃就知道睡，跟猪猡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你哥欠的10两银子，你给我还了。是他自己偷的钱，凭什么叫我来还呀？又不是我拿了20的银子在赌坊里输光了。你还有脸说了？要不是你哥会被二婶发现偷钱吗？否则咱家也就不用还这么多银子。你要我还钱，你把我打死了我也没钱。我都听以轩说了，你今天在街上的酒楼里买了一桌子的好酒好肉，这银子你不是说自己卖那些野草什么挣的吗？你明日再去卖，我就不信了，挣不回10两银子来。那不过是赵以轩诬陷我偷银子，胡诌给你们听的，你们也真信了。那些不过就是些野草，哪里卖得了钱呀？老娘可不管这些，那些野草要是卖不到钱，哼，我就把你给卖了。赵小雅默不作声，看着李芬芬走了出去，心中感慨着，这样的一个家，这样的娘，也难怪之前原身宁愿去自杀了。此刻他是身心俱疲。点个订阅吧。小雅，你告诉哥哥，你昨天的那些杂草啊，不是药材，在哪里采的？要知道，赵以轩今天一早在赌坊里输了，可不仅仅是10两银子，他还欠着人家赌坊10几两呢。家里偷来的钱有他娘和老爷子护着，二婶根本不会拿自己怎么样。可是欠人家赌坊的钱，拖久了不还的话，他的腿可就保不住了。刚才我跟娘说的，你没听见吗？那些就是杂草罢了，卖不到钱。哼，你骗我！我今天亲眼看见你拿了一锭银子出来，你都说了是自己卖药才挣的，现在又不承认了。哎，好妹子，你就告诉哥哥吧，等明儿挣了钱，哥也请你去吃一顿好的。这一大家子的人，赵以轩的话恐怕是最信不得的了。他只好解释道：那锭银子也不是我的，你不是看见我旁边坐着一个公子哥吗？他今天早上撞了我，那是他为了赔礼请我吃的，这下你可以信了。赵以轩回想了一下，那会儿在酒楼里，他桌子旁边好像坐了一个长得像模像样的男子，穿的衣服料子也挺不错，这下他也不得不信了。切，你也不瞧瞧你那鬼一样的容貌，还想学别人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赶紧照照自己吧。哼，任由他们说去吧，迟早有一天他要去过自己的日子。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是凹凸不平的伤痕。他之前在水边看了下，这样的伤只能是烫伤，长得丑又如何？在这个世道上，没了银子，那就什么都得不到了。当务之急便是努力挣银子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赵小雅并没能在床上休息太久，因为欠了二房的10两银子，李芬芬将怒气全部都发泄在了她身上。天色都快黑了，还要她去后山砍柴。唉，你瞅瞅，这都天黑了，后山的狼那么多，这卖柴也耽搁了这一天。唉，要是人出了什么事儿，那可怎么好啊？那可要不是这个扫把星，我们家会欠这么多钱吗？哼，我看他现在厉害得很，那天晚上狼嚎得那么厉害，他都活着回来了，不过就是叫他砍柴，你还心疼起来了。他这个大嗓门，院子里的人可都听见了。
也都没谁吭声的。倒是坐在主屋的老爷子听到他孩子骂着，大声喊着：“大儿媳妇儿，还不快给我做饭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”李芬芬这才收了声音。老不死的！赵小雅蹲在井边，舀着水在磨刀。她都已经摸清楚了，那些狼群都是前半夜出来，大都是在后山东边出现。她打算去之前的那个山洞睡一觉，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再去砍柴。忽然眼前伸过来一只粗糙的手。喏，待会儿啊，你拿着这个路上吃一点，记住了啊，别被你娘看到了。待会儿砍柴的时候别去后山那边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去河边的柳树林子里砍一些回来就行，记住了，早点回来啊。一下午赵小雅没有和赵随刚说过几句话。她记着中午那会儿，就连她也觉得是自己偷了二婶的钱，心中憋着气。可是现在这会儿，她鼻子一酸，差点哭出声来。这个家里也就她还惦记着自己了。我知道了。但是出门之后，她还是没去河边的柳树林，径自走向后山方向。没回来又怎么样？他又不是没在后山待过，明日一早肯定能没事回来，你急也没用。难怪人家都说生女儿就是赔钱货，没一天是叫人省心的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她也没有想过自己也是个女的。赵小雅一晚上都没回来，赵随刚口中念了好些遍，倒将李芬芬念得有些气了。这一夜，赵小雅在后山极其小心，并没有惊动狼群。等到黎明的时候，山间寒气渐起，狼群也不再出没。他砍了些柴火，又采集了一些草药。他又想到昨天下午赵以轩缠着自己问是在哪里采药的事情，他多留了个心眼儿，又采了一把杂草放到草药当中。不管那赵以轩有没有什么动作，有备无患总是好的。上街的人都起得急早，他手里的柴不一会儿便卖完了，与昨日一样，只卖了几个铜板。然后他就带着草药去了昨日的那家医馆。有了昨日的事情，那掌柜的也不再敢对这个丑陋无颜的女子不敬了。哎呀，赵姑娘啊，你今日总算是来了，我家公子等了您许久了。你家公子？不就是向云墨吗？赵小雅正好奇着向云墨在等自己做什么。我刚刚还在想着今日赵姑娘会不会来呢，没想到还真给我撞见了。向公子，只得继续打扰了，我这里……他说话一顿，眼睛余光忽然扫到医馆门外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身上。那个赵以轩果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今日又来打扰您了，只是烦请向公子帮我一个忙。不知赵姑娘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赵以轩一大早就跟着赵小雅一同来到了镇子上。他昨晚可是亲眼看到了，他去了后山那边。这不，他又来到了医馆。里面赵小雅将背篓里的药草放在柜子上，他二话没说便走了进去。好啊，赵小雅，你就这么对你哥哥的？你昨日是怎么跟我说的？还敢骗我？这卖药草的钱你必须都给我。他的话一出，旁边站着的两个人眼神都有些不善地看着他。嘿嘿，你们俩可别被这丫头给骗了。她前2天拿了家里的银子，昨日一个人在外面就给花光了。我娘今日叫我来看着她呢。嘿嘿。向公子，你看着这些药草是我一大早采来的，你能不能收？向云墨也只是看了一眼赵以轩，就低头去看赵小雅的草药。这人如果就是他哥哥的话，想必在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。看情况是他昨日的药草卖了些银子，遭到别人惦记了。他眉头越皱越深，和掌柜的对视了一眼。赵以轩见那两人始终不言语，心里有些慌了。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呀？这些摆着的到底是不是药草啊？还指望着他还债呢。那掌柜的也是个人精，见向云墨就要开口说话，他忙拦着道：哎呦，我说公子啊，你就别再烂好心了。你昨天看着赵姑娘可怜，就收了她那堆没用的杂草，没想到今日这赵姑娘又来了。如果长此以往，咱们这医馆可得亏本的呀。
哎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大夫，您可别眼珠看错了呀！那么多银子，你们也不可能说给就给了，对不对？我愿意给赵姑娘多少银子便是多少，只是今日我不想给了。赵姑娘，以后你的这些草药我恐怕收不得了。原来昨日是相公子好心骗了我的。您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会拿这些杂草来了。昨日相公子给的银子，我也会想办法还了的。赵以轩这会儿没了银子还债，没心情再听这些人说话了，终于将赵以轩打发走了。赵小雅心底也松了口气，今日真是多亏了相公子和掌柜的了。如今这赵姑娘算得上是少东家看得上的人，掌柜的也就没了昨日的嚣张气焰。哎呀，刚才那人真的是赵姑娘的哥哥？他点了点头，就要将药草塞到背篓中，打算离开。难不成赵姑娘真的不打算将草药卖给我们了吗？刚才不过是演戏，你可千万别当了真。赵小雅捧着背篓一愣，向云墨对上了他的视线，立即心口一滞。虽然那张脸上满是疤痕，看着便觉得恐怖，可他的眼睛里似乎是带着星光一般耀眼，笑起来的时候，那些细碎的光芒美不胜收。可是我今日的药草里面掺了许多杂草，等下次我采得干净些的药草再卖给你。今天的就算了吧。心里正在惋惜要损失一笔银子的时候，掺了杂草也不能埋没了这些良药，挑出来便是，这样的我们也收。哎，还是算了。相公子，我知道你们医馆不缺这点药草，这些要是挑出来也太费时间了。你去将这些草药收了，称了重量，按照昨日的价钱给赵姑娘。昨天赵小雅是自己挣的钱，今天要是再卖的话，那就是欠了向云墨一份人情了。可向云墨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，赵小雅心中无奈，面上只好笑着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留下来帮你们把药草挑理干净吧。等杂草挑干净了，我们再去称重。那些杂草太多，赵小雅就搬了个小凳子，坐在医馆的后院里挑着。向云墨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但是只要一闲着，便会过来跟他说说话，或者亲自动手给他帮忙。看着那双拿惯了纸笔的手，赵小雅连忙拦住他，不让他插手。后院里也有一些医馆的人在给病人熬药，闻着那些带着丝丝苦味的药汤味道，赵小雅竟觉得无比的舒心。点个订阅吧。等这一切都忙活完了之后，已经到了中午。向云墨还想留他在医馆里吃午饭，叫赵小雅给推了。他也不好总给人家添麻烦，只是前脚刚一出医馆的门，就碰见了赵小雅最不想见到的人。秦子琛似乎就是故意等在这里似的，一伸脚就拦住了赵小雅的去路。哟，这么巧啊，今日又见到了。赵小雅紧紧皱着眉，就要绕过他走。可见今日出门我该看看黄历的，不然怎么总是碰到一些小人呢？真是晦气。在赵小雅一到镇子上的时候，秦子琛就听到了消息，得知他又去了向家的医馆，所以这一上午他都在这附近晃悠着，好不容易等到了中午，才将人给等了出来。哎，你可真是叫我好等啊！你倒是可以跟我说说，你在这医馆里做什么呢？我做什么好像跟公子你没什么关系吧？公子你拦住我的去路，就不怕我告官吗？想告就告去吧，你觉得高兴便好。我不过就想问问你，为什么姑娘你每次都将草药卖给姓向的？我家医馆明明就在这附近。我采来的药，想卖给谁便卖给谁。公子你就算是位高权重，也管不了这个吧？没什么其他的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看着赵小雅离开的背影，秦子琛也没有继续追上去了。他竟没想到，这个丑女竟然有一副好身材，从背后看过去还算不赖。这个镇子地方不大，想要查个人还是容易的很的。很快就查到了他是哪个村子的，又叫什么名字，更是将他昨日发生的事情都摸了个清楚。偷拿家里的钱吗？他手摸着下巴，若有所思起来。赵小雅随意在街上买了碗馄饨吃，
之前的那些药草卖给了向云墨，挑出杂草之后剩的不多，就卖了2两银子。有赵以轩在，这些银子放在家里是不保险的了。他摸了摸袖袋里的银锭子，他得开始为后面考虑了。只要有了钱，才有了保证。只是这钱藏在哪里好呢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回村子的时候，他顺路跟了一辆回村的牛车，到了村口便下了。可是他并不着急着回家，反而是朝后山走去。他上次逃生的那个山洞几乎没有人的痕迹，一般去后山砍柴的人也不会走到那个地方。或许把钱藏在那里是个不错的主意。这一趟走下来，等回到家的时候已经不早了。他站在院门外的时候，竖着耳朵听了听里面的动静。今日倒是奇怪了，就他娘和2婶3婶那个性子，今天竟然没有吵起来。赵小雅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，只是等走到院子里的时候，发现想走已经是迟了。哎，这个男子怎么跑到自己家里来了？看着坐在堂屋里的秦子琛，赵小雅紧皱着眉头，他竟然还跟到自己家里来了。正要说赶他走的话时，那头站在门边的李芬芬就喜笑颜开的拉着赵小雅就进了堂屋里。哎呦，这都等你多久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叫秦公子等了这么久，哎，你还愣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快见过秦公子！李芬芬拉着他就要给秦子琛跪下磕头。什么秦公子呀？我才不会给这个人磕头呢。他硬是没有跪下去，转头问李芬芬：这人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会在我家？人家秦公子啊，是隔壁村秦村长的儿子，这次来是要花500两银子将你买回去做丫鬟的。你还不快快谢谢秦公子的大恩大德，人家是特意为你过来的。在赵小雅的印象里，隔壁村的村长的确是个有钱的主，毕竟谁家能请得起丫鬟呀？啊，原来他就是那个村长的儿子秦子琛呢。特意为他过来，他是知道的，但是买自己回去做丫鬟。秦子琛正坐在上位上，他正喝着茶，看向自己的眼神里满是得意和挑衅。赵小雅只懊恼自己为什么要得罪这个人。他站得笔挺，我是不会卖给他做丫鬟的。比起这个，我宁愿去当张员外的小妾。哎，你是傻了吗？人家秦公子500两的银子，张员外的那点聘礼哪里能跟人家秦公子比啊？你要是去了，我们家欠2婶家的银子这么好看，就有着落了。点个订阅吧。自从发现了2婶的10两银子是赵以轩偷的，这2天李芬芬都在陈杏芳的面前抬不起头来。500两银子呀，就放在桌子上的那个小木箱里面，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呢。见赵小雅不情愿的模样，秦子琛的脸色也冷了起来。哼，恐怕要是向云墨那个家伙来了，他肯定立即就答应了。他一伸手就将小木箱揽进怀里，对李芬芬道：既然赵姑娘不愿意的话，那你们就再考虑考虑吧。只是这个难得的机会，你们也别考虑太久了。本公子可没那个耐心。赵小雅脸色很是难看，她直接推着秦子琛出门去。我家地方小，容不下秦公子这尊大佛，烦请日后也别再来了。我是不会答应做你的丫鬟的，求求你也放过我。秦子琛被气得不轻，这丫头竟然会这样的不识抬举。要不是他今日过来了，他早就被他那个娘卖给别人做小妾了。他倒是要等着看，究竟是做那些糟老头子的小妾好，还是做自己的丫鬟好。哎呀，你这个赔钱货，惹火了人家秦公子，是不想活了吗？500两银子啊，就这么没了。你不就想要银子吗？他将袖袋里的铜板掏了出来，一个一个的放在他手心里。这是今天卖柴的钱，你可收好了，就这么多。想要钱，有本事自己挣去。这般反抗李芬芬的下场就是，赵小雅晚上被关在了门外。
晚上只能睡在了外面的稻草堆里。现在虽然不是数九寒天的时候，但夜里风大，也有些冷意。他将自己蜷缩成一团，才好抵却寒意。赵小雅双手枕在脑后，抬头看着天，目光渐渐坚定下来。她虽然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因缘际会才能重生到这里，但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总不能浪费这一次机会。要活就活得像样。如果继续待在赵家的话，还不知道会被折磨成什么样子。第二天一早的时候，赵小雅也没有再去砍柴，而是趁着天蒙蒙亮，又去了一趟后山，采了一些药草。经过他藏银子的山洞时，顺便进去看看，并没有发现被动过的痕迹，这才放心下来。这山洞大概之前是某个猛兽的住处，里面还有一些生肉腐烂的味道，但是从来不见猛兽踪影，想来应该是被附近的猎人给打了回去，这处山洞也就被废置了。看着背篓里采来的一些草药，在后山人迹罕至的地方都长得很是茂盛，但是比起他的空间里看到的那些草药还差了一大截儿，不知道那些草药能不能拿出来卖卖看。一边想着，赵小雅就从怀里拿出了玉镯子，咬破了手指，将血涂了上去。她踏了进去，在里面采了2株何首乌。把何首乌挖了出来后，她惊叹：好家伙，长得快有他2个胳膊粗了，当真是罕见啊！他将2株何首乌藏在了背篓最下面，趁着晨光熹微的时候，又去了之前的那家药铺子。只是进去之后，只看见几个坐堂大夫和周掌柜在忙忙碌碌，没有见到向云墨的身影。点个订阅吧。周掌柜，早啊！怎么今天没有见到向公子呢？这向家的主要生意啊，都在县城上。前几天呢，他也就是来看看这边的药铺收益情况。昨天下午，他就被老爷夫人叫了回去。赵姑娘，你要是有事找他呢，我可以帮你送个信儿去县城。我也就是随口问问罢了，没什么要找向公子的。周掌柜的，今天这些药草算是送给你的，你帮我看看另一样东西。向云墨在临走之前就吩咐过周掌柜的，赵小雅定然是要在家中日子不好过，能帮衬一些就帮衬，哪里还能免费收他的草药？哎呀，赵姑娘，这些草药钱可是必须得给你的。你要我帮忙看看东西，也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情罢了。赵小雅笑而不语，一只手在背篓底下捞着，最后将2株硕大的何首乌摆在他面前。我今天真正要卖给周掌柜你的是这个，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能卖多少钱，您看着给就行了。反正他之前还欠向云墨一个人情，就算是周掌柜讹他，他也算认了。当这么大的何首乌忽然摆在面前，周掌柜当时便愣住了，随后拿在手上仔细看着，一个人还不放心，对着后面叫了一声：我说老胡啊，你快出来看看。老周啊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给我看看这个。赵小雅也不着急，这何首乌出现在这个时候，可以说是珍贵的药材，药性跟人参不相上下，自然能卖出一个好价钱。只等着这2人恨不得将头埋下去，仔细看那药材。就连起现一副清高模样的老胡也绷不住脸了，一副讶异至极的神情。哎，老周，你这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东西可是难得呀。有了老胡的确认，东西假不了。他没理老胡的疑问，对着赵小雅说：赵姑娘，这2株何首乌定是价值不菲。这样，我先给你100两的定金，究竟买下多少钱，等我问过少东家，再将剩下的钱补给你。你看这样如何呀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光定金就100两了。赵小雅心中也忍不住小小惊叹了一番。她本想着价格高破天了也就50两吧，没想到会给这么多银子。可人家给他也不好照收啊。周掌柜，这2株何首乌也就是我偶然所得的，你就给我100两就行了，
多了我可不好意思收的。对于常年采药的人来说，都知道人参、灵芝或者何首乌之类，长的年数多了都是会成精的，光是能找到都不容易，更别说采到了。老胡捋了捋胡须，眼里闪过金光，看着面前这个脸上带疤的姑娘。啊，你是说这2株何首乌都是你采来的？你们大可以看看，这上面的泥土还带着新鲜的，是我早上采来的。你们若是怀疑这何首乌的来路，我也不是非卖你们不可呀。哎呀，赵姑娘，您别介意，老胡啊，人就这样，没别的意思。只是这100两，怕是少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200两，剩下的等少东家来了，你和我们少东家谈，怎么样啊？既然周掌柜只能做这么多的主，赵小雅也不再多说什么了，只是心里想着，就算向云墨来了，他也不能收那份钱了。那就按照周掌柜说的吧。这其他的一些药材，我刚开始就说了，全当送你了，只为感谢昨日你和相公子对我的帮助。周掌柜差来打下手的小厮，叫他将2株何首乌放进库房里，好生保管着，一面亲自去了账房先生那里支了200两银子，亲自给了赵小雅，抱在怀里都是沉甸甸的。多谢周掌柜的了。他的那副神情毫不掩饰自己对银子的喜欢。周掌柜不由得一笑，虽然作为读书人是向来鄙夷这些黄柏之物的，但这个赵姑娘性子直接，毫不做作，让人很难讨厌起来。200两银子就是4个银锭子，放在怀里不仅重，而且还硌得慌。但这白花花的银子让赵小雅可以忽略这些，怕又被路上的人劫了去。这一次她好生保管，贴身放着，又往酒楼去了。经过上次的事情，酒楼里的小二已经认识了她，这一回没有将人拦在了门口，而是恭敬地请了进去。昨晚和今天早上都没能好好的吃饭，赵小雅点了几碟荤菜，又催促小二：“你们上菜快些，我现在饿得紧呢。”想着上一次碰见了秦子琛那家伙，今天定然不会像上次那么倒霉了。都说好男不跟女斗，这个姓秦的怕是他见过最小心眼的男人了。一想到昨天他拿着500两银子要买自己回去当丫鬟，他就气得不行，一口气将茶盏里的茶水喝了个干净，还是心头直冒火。才将茶盏放下，像是故意和他作对一般，耳边就响起一个很欠揍的声音：“哟，这不是赵姑娘吗？又去向家医馆卖草药去了。可是今天你的相公子又不在，怕是又扑空了吧？”“不是那个秦子琛又是何人？”赵小雅立即没了好心情，阴沉着一张脸：“我的事情怕是秦公子你管不着的吧？这张桌子我已经占了，您要是想吃饭，牢房往别处挪一挪。”秦子琛又哪是那么容易被打发的？他穿着一身墨色衣袍，手中折扇翩翩扇着风，看着倒是人模狗样的。“哈哈，你都快成我的丫鬟了，我还是有理由管管的。你就去县城里问一问，有谁家的丫鬟是500两的价钱？赵小雅，你也应该知足，不是吗？”“我可没答应做你的丫鬟，你倒是死了这条心吧。你不是说我样貌丑陋不堪吗？我还真怕吓得你日日都吃不下饭呢。”秦子琛将扇子一收，点了点桌子，眼里带着笑意，仿佛见他发怒是多么有趣的事情似的。“我这可全是为了镇子上的人造福啊！你说你这样的女子落到别人家里，那才是真的苦了人家啊！哎，所以啊，我不入这地狱，谁入地狱啊？”“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”“秦公子可真会替我着想啊，只是白费了你的一分苦心。我宁愿去污了别人的眼睛。秦公子这样的菩萨心肠，就留着给需要的人吧。”那边小二已经将菜陆陆续续的端了上来，赵小雅不想和他多舌，抽了筷子便自顾自的吃了起来。而秦子琛也是脸皮厚的可以，大手一伸，抽出一双竹筷子，专挑肉大的吃，
一边吃着还一边嫌弃着。这梅菜扣肉五花肉烧得久了，瘦肉柴得很，这个太腻了。赵姑娘，你们女儿家不是最怕吃肥肉的吗？这你也吃得下？赵小雅本欲不再搭理这厮，但是她太烦人，你若是这般嫌弃，也没人请你来吃。秦公子大可以回家叫你家厨子做给你。哈哈，这自家的菜哪里能跟赵姑娘请的相比呢？这一桌子的菜，有了我和赵姑娘的情谊在其中，自然也是有一番风味的。赵小雅不想理这人的风言风语，只想尽快用完饭回家去，也好避开这个家伙。一顿风卷残云，也是叫秦子琛见识了一番。果然是粗鄙的女子，还真是没有一丁点的吃相。看着赵小雅在柜台那边结账，他看了一下这一桌子的菜，怎么说也得要个7、8两银子的。不是说他们家欠了10两银子吗？啊，他倒是在外面逍遥快活着。结完账之后，赵小雅看都没看坐在那边的秦子琛，拿了背篓之后就径自出了酒楼。只是出了酒楼没多久，赵小雅就感觉到身后一直跟着一个人，等回头一看，果然是那个阴魂不散的秦子琛。大街上人来人往的，他就站在不远处，拿着扇子摇着，还对他报之一笑。秦子琛也算是镇子上有名的人物了，不仅家产丰厚，更是个少年秀才，所以是这里闺中少女爱慕不已的对象。他这般一笑，让路上的女子们都为之倾倒。所以这人大中午出现在街上，就是为了耍帅？赵小雅回过头来，加快了脚步，才算是将他彻底甩下。真不知道自己是倒了几辈子的血霉，碰见了这么一个家伙。赵小雅起先是将200两银子藏在了后山的山洞里，才回的家。这么来回花费的功夫，已经快要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了。哪里知道还没到家，就远远地看到赵以轩站在门口晃悠来晃悠去的。赵小雅只觉得定是没有什么好事儿，刚想绕过他进门去。赵小雅，你这一天一夜的没回家，到底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娘都快被你气死了吗？我气他？他不是有你这个宝贝儿子吗？你怎么不进去哄着他呀？哼，你现在嘴硬吧。今天张员外又派人上门来了，说不计较之前的事情，愿意继续娶你回去当小妾。今天刚跟娘商量好了，50两的聘礼一分不少的送回来了。之前他会选择寻短见，就是因为李芬芬要把她嫁给这个人。那个张员外年近古稀，是个老眼昏花的，所以并不计较赵小雅那张满是疤痕的脸。偶然一次遇到后，反而觉得这姑娘前凸后翘的，绝对能给她生个儿子出来。赵小雅看了眼院子里面，难怪今天没有听到李芬芬埋怨她的声音了。昨天将自己卖给秦子琛不成，今天又想将他卖了出去。原来你还知道回来啊！我以为你死在外面了呢。我现在就去将银子退给张员外家。上次叫你嫁给张员外，你闹成那个样子，人家还不计前嫌的娶你过门。赵小雅，你还真以为人家真看上你了？快把银子放回去。不是他不计前嫌，是我看不上他。你让开。嘿，我看你是想造反了你啊！就你那个模样，还看不上人家？我告诉你，趁着人家张员外还没反悔，你就给我乖乖的嫁过去。要是再闹什么幺蛾子，当心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赵小雅死死攥着银子不放手，这张家的银子他们要是收了，他可真就没什么出路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这么着急把我嫁过去，不就是为了银子吗？可昨天秦公子才来过，你们要是真把我嫁过去了，秦公子那边你打算怎么交代呀？李芬芬一愣，虽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上来，但赵小雅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虽然那位秦公子后来带着银子走了，但也没说不让赵小雅去做他的丫鬟了呀。那可是500两银子，哪是这区区50两可以比的？这妇人眼里除了银子和他那个宝贝儿子，恐怕也没有旁的东西了。你把秦公子这边给拒绝了，一来少了那500两银子，
二来得罪了他，日后肯定会被穿小鞋的。见李芬芬神情有一些动摇，赵小雅心里松了口气。这礼金呢，还是由你去还比较妥当。你只要说了秦公子这边的情况，我相信张员外肯定不敢多说什么的。这钱我会退给张员外的，但是你要再像昨天下午那样将秦公子赶走，我就直接把你丢给村口的那个二瞎子。赵小雅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她今天碰到那秦子琛就知道，她还没有放弃把自己买回去当丫鬟的念头。这就是刚出了虎口又入了狼穴，只是秦子琛这样的人想要摆脱更是棘手。他这会儿是有些后悔当初怎么就招惹到他了。娘，您这些天在家辛苦了，要不我帮你跑腿，帮您把银子送到张员外家去。养了这么久的儿子终于知道心疼娘了，眼看着李芬芬就要答应。娘，你可别忘了，二婶家的那10两银子，二哥到现在都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呢，你可长点心吧。望着宝贝儿子伸过来的手，李芬芬神情讪讪。哎，不用你去了，我自己去就成。你拿着这些钱去买些吃的。点个订阅吧。拿了那罐铜板，闷声走了出去。结果到了半夜，人都没回来。哎呦，逸轩，你这是咋的了？是谁打的你啊？娘，不是别人打的，是我和朋友几个喝多了酒，在路上给摔的，不要紧的。这赵以轩说的什么，李芬芬竟然也信了，一脸心疼地看着自家儿子。见赵小雅站在门口，哎，你没看见你哥摔成这样子了吗？还不去把爷爷的那个药酒拿过来，给你二哥揉一揉。那瓶药酒一直是被老爷子珍藏起来的。赵小雅拿到手上的时候，悄悄地拔出了瓶塞，闻了一下，不得了了，这酒里面放了3七、川芎，还有姜黄和丹参，再加上酒香醇厚，起码是20年以上的年份。难怪老爷子那么宝贝。等赵小雅再回到屋子里的时候，赵以轩上衣都脱了，趴在床榻上。兴许是习惯使然，不等李芬芬来吩咐，他就将药酒倒在手心上，在赵以轩身上淤青的地方使劲儿地揉着。赵小雅是做惯了农活的，手上的力道自然不轻，疼得赵以轩哇哇直叫。哎呦，赵小雅，你是故意的是不是？你滚过去，叫你给你哥揉揉，你是想害死他吗？这句话可真是冤枉赵小雅了，这么好的一瓶药酒，她可舍不得浪费。况且她身上的那些淤青，不用力的话，怎么活血化瘀啊？不过既然母子2人不用她来，她也算得乐得自在。下次你喝多了，可千万小心一点啊！找个人回来给你爹报信儿，叫你爹去接你也是好的呀。其实赵以轩这哪里是摔出来的，他昨天晚上拿了铜板，找了几个狐朋狗友去喝酒。这喝多了酒是真的，结果被赌坊的几个伙计给看见了，一直追着他讨债，身上的伤都是被打的。他只好讨饶，说回去凑银子，这才今天被放了回来。娘，你还记得隔壁村那个武大河吗？不就是经常和你一起喝酒的那个吗？我听说他们家初8的时候就给他定了一门亲事，就等着中秋的时候成亲了。哎，你的亲事到现在还没着落呢。谁要现在说娶媳妇儿的事儿啊？我不是说这个，他去年不是在岐山书院读书去了吗？他们几个都打算去岐山书院。娘，我也想去读书。其实现在这个时代，家里稍微有点钱财或者余粮的，都会让孩子去读书。当初老爷子就想让大孙子赵以飞去岐山书院，但赵以飞又是个不开窍的，怎么说都不愿意去书院。后来赵以轩也是个混日子的，老爷子根本就没想过劝他去读书了。现如今，没有什么能比读书人更有出息的了。行，你愿意去读书，娘高兴都来不及呢。不管怎么样，娘都会让你去岐山书院的。赵小雅靠在一边，将赵以轩脸上的神情看得分明。
他那一脸心虚样，不用猜都能知道，他肯定又是去想贪银子了。想起来他这二哥最喜欢赌钱了，莫不是欠下了不少银子？不过赵小雅没心思去管他的事情，只要他别再将偷钱的罪名按在他自己头上就行。这母子两人都不是什么省心的。果不其然，到了晚饭的时候，李芬芬就替他儿子说了要去书院的事情。这个岐山书院，想来镇子上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想当年，这个岐山书院还出了一个三甲状元，后来官至宰相。虽然之后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，到现在也就出了一个秀才郎，但还是有大把的人把自家孩子送进书院里头。隋刚，你们银子还够吗？这只有5两。我那里还有些老本存着，我这次就拿出来给以轩拿去。这个不用还，只要以轩在书院里好好读书，就算是孝敬我这个老头子了。赵小雅闷不作声地看在眼里，看样子这笔钱应该是老爷子的棺材本了。没想到为了这个不成器的孙子，他还真舍得下血本。一早起来，利索地将家里的事情给做了，带着背篓去了后山。这一次，赵小雅没有再从玉镯的空间里找草药了，毕竟那样上等的药材，能采到一次便是幸运，若是次数多了，可就不好收场了。就随意地采了一些半枝莲和马齿苋。上次在医馆里就听到医馆里的伙计说缺这2味药材来着。但是去镇子的路上，赵小雅想着，总不能一直这么采药来卖，这样虽然能挣些银子，但不是长久之计。况且一般医馆里面大夫都会自己去采药，如果不是那天碰到了性子好的向云墨，他哪能每次都能将药草卖掉？只是现在他还住在家里，又摊上这样的家人，限制太多了。谁要是知道了他每天能卖药草赚钱，那银子肯定会被想法子吞了去，自己也存不上了。现如今进镇子上，赵小雅就期盼着这一次别再撞见秦子琛了。她轻车熟路地往向家医馆走去，点个订阅吧。还没跨进门槛，就迎面碰到了正要出门的向云墨。他一个不留神就直接撞到了对方的怀里。是赵姑娘来了，我昨日在医馆等了你1天，怎么没见你来呢？不是说他要待在县城里的医馆吗？难不成是周掌柜因着那2株何首乌将他又叫了过来？昨天不是下雨吗？我就在家里没有出门了，所以没来镇子上。上次我看医馆里缺这几味药，今天就去采了来。你看你们收吗？向云墨看他揉鼻子的动作，才想起来刚才撞到了他，下意识的便伸手去捏他的耳垂。赵小雅也是没反应过来，任由着他用力捏下耳垂。大概是这2辈子都没有和男性怎么接触，对方身上淡雅的竹香扑面而来，让他不由得面红耳赤，连忙后退几步，使劲揉了下耳朵，想将那触感给褪去。向公子怎么不说话呀？难道是不缺这些药材了？向云墨这才察觉到刚才的动作有些亲昵了，不大妥当，他忙将人迎进屋子里。我之前都说过了，只要你来卖药材，我们都是收的。赵姑娘为人真诚，我们也不会吃亏。赵小雅不由得一笑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他这个人真诚的。最后跟在他后面跨进了门槛，这一次有向云墨在，周掌柜的就待在后头没有再出来。而向云墨也只是将那一背篓的药材给了下面的小厮，让他去结账算银子。赵姑娘，你随我来一趟后堂，我有些话想问你。见他还这般神神秘秘的，想来肯定是为了前天的那2株何首乌的事情。赵小雅无奈地笑了笑，随他去了后堂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向公子拿这么好的茶招待我，真是客气了。赵姑娘也算与我有缘，自然得拿着上等的碧螺春招待，方显得我对你的重视。不过你我之间这样熟了，总是向公子这样称呼，太过于生疏了。不如直呼我的名字，叫我云墨便可。这话若是在别的女子那儿听来，肯定会曲解对方的意思，但赵小雅心里头却明明白白的，
我也觉得那一套称呼太过别扭了，与你一般的，云墨也只管叫我小雅便好。这名字生来便是叫别人叫的。若是说初见的时候，向云墨折服于赵小雅的医术精湛了，那么现在他就是喜欢她这样的不拘小节又豪爽的性子。他抿唇笑着，嘴角上扬，一双眸子里像是星汉银河，深邃又灿烂。小雅，口中茶香伴随着鼻尖药香味儿，这算是赵小雅重生之后最惬意的时光了。你还没有和我说呢，将我叫到这后堂来是想问什么呢？是为了那何首乌之事吧？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前日你将何首乌卖到医馆来的时候，周掌柜就派人去了县城里找我，说了这件事儿。我没有想到周掌柜只给了你200两，这是我们的疏忽。只是又不知道你家住在哪里，只能在医馆等着你上门。赵小雅庆幸起来，幸亏她不知道自己家住在哪儿，否则将事情捅到家里，她的银子就该全没了。不过瞧向云墨的这个意思，他是想补上银子了。这事就此罢休，我之前就跟周掌柜的说了，就给200两了事。银子多了的话，我还怕丢了呢。此事不行，200两也太少了一些，等我再补400两出来，这钱是你该得的。见向云墨态度执着，他垂眸想了一阵，才说道：云墨，你可还记得那天我找你帮忙的事情？就是我哥找上的那天。这件事才发生也不过才几天的时间，向云墨自然没有忘记。我记得，你哥后来有没有再找你麻烦呢？如今我家里的人都看中我那个哥哥，甚至还要拿银子给他去书院读书。但是我知道，我那二哥不是一个读书的料，整日就跟狐朋狗友混在一起，经常是流连赌坊和花街柳巷的地方。这些向云墨自然也能猜得出来，他本身就是个大夫，那日在医馆中见到了他的二哥，一看便知是一副被酒色掏空了的身子。他继续听着赵小雅说着：我之前拿回去的200两银子是一直妥善藏着的，才没有叫家里人给发现。如果叫他们发现我有这么多银子，还不告诉他们，定会被毒打一顿，那钱肯定会被我二哥拿去花了的。真是岂有此理！那银子是你辛辛苦苦采药挣来的，凭什么叫他们平白无故的拿了去？小雅，如果他们真的做出了这种事情来，我去帮你。我就在这里多谢你的好意了，但是这些都是家事，你也没办法插手的。我说这些无非是想告诉你，那些银子我只是不能拿罢了。赵小雅说的对，这些都是他们赵家的家事，谁也没有理由过来掺和一脚的。可是这2株何首乌价值1000金，他若是就占了这么大一个便宜，实在是说不过去。既然是这个情况，不如这样，欠你的这笔银子，我先在医馆的账面上记下，等什么时候你需要银子了，直接来医馆账房先生那边支就可以了。你看这样可行？这个法子倒不错，赵小雅也不再推诿了。我不过是因缘际会得了2株何首乌，结果发现和你相识，竟是比得了何首乌还幸运的事。我在这儿就多谢你的帮忙了。外面春阳灿烂，竟不比眼前这个人的会心一笑。向云墨第一次觉得有些可惜，如果没了他脸上的那些疤痕，会少了多少人的白眼。我也不是没有理由帮你的，你的医术了得，如果以后医馆有什么棘手的病情，还需要你的帮忙才是。这不过是小事一桩，以后医馆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定然全力相助的。等说完了事情，眼看着就已经到中午了，想来这个时候家里的人都还在田里做农活呢，他索性也不急着回去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向云墨跟账房那边说了一声关于赵小雅的事情，便将人送到了门口。你待会儿是直接回家去了？我现在不回去，今天好不容易有了时间，想去四处逛一逛。正好我今日有空，不如就陪你去逛一逛。这里我来的比较多，哪里有好玩的，应该比你清楚一些。这2人就站在医馆的门口交谈着，一个是俊逸非凡，温文尔雅，一个却是满脸疤痕，貌似无言，引得了不少人的驻足观看。这些人探视的目光凝在身上，
可真不是一件令人喜欢的事儿。向云墨不由得皱起眉来，下意识的便想宽慰赵小雅几句，但是一低头，就见她眼眸里好像是溢满了笑意，发自内心的心情愉悦。是呀，他差点便忘了，他从来都不将别人异样的目光放在心上，只要自己过得开心便好。镇子上最热闹的地方便是慧云寺了，因着向云墨的老家便是这镇子上的，从小就在这里长大，直到后来才去了县城里，所以对镇子上都比较熟悉。反而关赵小雅，她一直在村子里生活，每次上街来都是为了卖柴或者是采买东西，哪里有机会四处闲逛。这一次算是托了向云墨的福，可以游玩一番。镇子地方本来就不大，他们在外面随意吃了点东西，便步行去了慧云寺。虽然才是中午的时候，但慧云寺里依旧是香火鼎盛，这十里八乡的就这一处寺庙，不管是镇子上的人还是附近乡下的，都会来这里烧香拜佛。寺庙门口有个白胡子老头，用着一口大锅煮着浓稠的糖稀，再用铜勺舀出来，在油纸上随意的挥洒着，变成了一幅画。等糖稀晾干了，就是糖人儿了，只要5个铜板一个。赵小雅以前没见过这个，如今看到了，觉得甚是稀奇，所以站在那个摊位前多看了几眼，觉得那个老头倒是个绘画中的高手。正看得起劲儿的时候，忽然眼前伸出一双骨节分明的手来，掌心上放着5个铜板。老板，给我来个糖人。见赵小雅对这个感兴趣，向云墨自然要表示一下。他一转头，就看到赵小雅有些错愕的神情，眉眼弯弯的笑起来。向云墨将他带到一边，指着摊位后面的图案：“快点选一个你喜欢的。”赵小雅有些不好意思，脸色微红，拉着向云墨就要走。“我就是在这看看的，没想吃这个，不用你破费了。”来买这个的都不过是10岁的小孩子，他都已经16了，拿着这个走在街上像什么样子？见赵小雅竟然在这个时候扭扭捏捏起来，向云墨笑了笑，也没有管他的意见，兀自选了一个蝴蝶图案的，对那老伯说：“就给我来一个这个。”那老伯看着年岁挺大了，兴许是见多识广，看到了赵小雅的容貌后，并没有露出惊奇的目光。他熟练地舀出隐隐发红的糖稀，一边在油纸上作画，一边对赵小雅道：“姑娘，能遇到一个这么好的人，该要好好珍惜哦。”这个老伯当真是不会看人，恐怕是在这人来人往的地方待久了，学会了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他不由得出声反驳道：“老伯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我跟这位公子可不是一对，你胡言乱语的话可真是伤害了女子了。”说完，他朝街上指了指，示意了他口中的女子，就是那些街上穿着花枝招展的姑娘们。那些人都只顾着盯着向云墨看，眼睛里都像是放着光一样。老伯画完了蝴蝶，看向一边不说话的那位如玉公子，却是笑着摇了摇头，不再说话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赵小雅手里拿着蝴蝶糖人，一时间有一些恍惚，没想到还真给他买了。只是拿着这个便不方便去寺庙里拜佛了，两个人就继续在寺庙前的集会上闲逛着。期间，赵小雅不知道明里暗里的收了多少姑娘的眼刀子了。她一边低头啃着糖人，一边感叹着：“日后谁要是成了云墨你的妻子啊，那岂不是成了镇子上所有女子的敌人了？”向云墨低头，只能看到他的头顶青丝。日后成了向某妻子的那个人，定然是向某心头挚爱，他该做所有女子都羡慕的那个人。赵小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现如今，像你这般的专情男子倒是不多见了，如你这般，日后啊，定是能日子过得极为圆满了。难道小雅就不想做这满城人都艳羡的那个人吗？
耳边忽然传来男子深情款款的声音。赵小雅心头一惊，差点将口中还没有融化的糖给一口吞了下去。她抬起头，就对上向云墨满含柔情的眸子，竟不似开玩笑的。她自认为自己的那副面孔都是旁人避之不及的，忙干笑起来。云墨，你可别拿这话来开我的玩笑啊。这话不过是向云墨心头忽然所致而得来的，都没过脑子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就听到了赵小雅的这般回应，压下心头那股奇异的感觉，他忙解释：刚才是我胡言乱语了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下次啊，你可别说这么不靠谱的玩笑了。不等向云墨无奈回答，赵小雅就听见身后传来一人悠哉的声音：是啊，依着你这样的长相，貌若无颜，性格粗鄙的姑娘，谁说要娶你，可不都是不靠谱的玩笑话吗？赵小雅还没转头，就听出了这人是谁。她咬了咬后槽牙，转头笑得一脸灿烂。我看秦公子这样的人呐，小肚鸡肠，斤斤计较。如果能娶到媳妇儿，何该去这慧云寺里拜一拜各路菩萨和神仙了？本以为秦子琛又是闲得无聊跟着他过来的，结果在转身之后，看到他身边还站了个穿鹅黄色绣花襦裙的姑娘，一张鹅蛋脸杏仁眼，与秦子琛站在一起倒是郎才女貌的一对。那姑娘算是个有来历的，是县衙里那个有名的沈师爷的独女，名叫沈家荣，在县城里算是个美人了。美人原先看到秦子琛跟一个姑娘杠上，不由自主的便对那姑娘起了敌意。结果没想到的是，那女子真的如秦子琛所说的一般，样貌丑陋不堪，还穿着一身粗布衣裳。他立即板起脸来，对赵小雅道：你这个女子怎么这般口出恶言啊？秦公子也是你能随便说的吗？这几日秦子琛一直在镇子上晃荡，没有去县城里，就是为了躲这个沈家荣。没有想到今日他竟主动找上门来了，叫人无处可避，只能带着他上街来了。只是无巧不成书，在慧云寺的门口竟然碰到了和向云墨一块过来的赵小雅。点个订阅吧。秦公子，你与小雅无冤无仇，这样平白无故的说一个姑娘，恐怕不妥吧？这向家与秦家原本是没有什么关联的，只是后来秦子琛他爹也在镇子上开了几家医馆，两家就存在了竞争关系。而秦子琛这样的性子，最是看不惯向云墨这种假模假样的人。他轻哼了一声：哼，向公子不过才与这赵姑娘相识几日，你怎知我跟她之间没有恩怨呢？他又看着赵小雅站在向云墨身后，只觉得她是在故作柔弱。他对上赵小雅的眸子，口中却对向云墨说着话：就凭刚才赵姑娘所说的那些话，向公子也该知道我们俩之间的仇恨深着呢。虽说秦子琛是镇子上难得的一个秀才公，年纪轻轻的就考取了功名，可是在看透了其本质的人都知道，他是个纨绔子弟，除了他的才名也没剩多少。向云墨打从心底看不惯秦子琛这样的人，他少有的严肃着脸：秦公子，你也是个读书人，该懂些道理的。这样一直跟一个女子纠缠不休，若是孔生人家也会觉得不好吧？秦子琛摇着自己那柄竹骨折扇，穿一袭深衣，当真是风流潇洒。他眼尾扫过向云墨，似乎根本就不将对方放在眼里。你们做大夫的不是将神农奉为神明吗？也去看孔夫子的书。那你可曾知道孔夫子还曾说过，这世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当朝读书人皆奉行孔孟之道，读的也都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之类。秦子琛这样一个秀才，多少是有点墨水在肚子里的。今日秦子琛身边还有个女子在身边，赵小雅也不想与他纠缠不放，对于秦子琛的恶语相向也不放在心上，反而是笑着对沈家荣说：这位姑娘，你刚才可曾听见了？刚才你身边这位公子说女子难养啊。看那沈家荣脸色突然变青了，
赵小雅嚼碎了最后一口糖人，将竹签子一丢，转头对向云墨笑着说：“云墨，这外面也逛完了，你陪我去寺庙里拜拜佛吧。今日总是不大顺遂，些许是遇到小人缠身了。”向云墨看了眼秦子琛，对着赵小雅点了点头，两个人相继离开，踏进了寺庙中。沈家荣被刚才赵小雅那一通话绕来绕去，他撇着嘴对秦子琛撒起娇来：“子琛，刚才那个丑女人竟然骂我。”愚不可及。秦子琛看着那两人的身影消失在寺庙门口，口中吐出这4个字。沈家荣一听便起劲儿了，跟着他一起骂了起来：“我也觉得，那个丑女人一看就是个蠢的。还有那个男人也是，干嘛跟这种女人混在一起啊？”秦子琛本来就被刚才那两人给激得满肚子怒火，他看向沈家荣，目光中满是不耐：“我说的愚不可及，指的是你。你最好给我赶快回县城里去，别在这里整人碍着我的眼了。”沈家荣好不容易得了机会，能来镇子上找他，本来是满心欢喜的。这会儿被秦子琛在大庭广众下一说，眼泪直接流了出来。看到秦子琛要走，他忙拽着他的袖子：“子琛，刚才是我不好，你别生我的气了。”这女人自己是个没什么脑子的，还骂别人愚蠢。如果之前不是见她长得还算是有一番姿色，秦子琛根本就不会搭理她。这会儿才觉得烦透了，他扯回自己的袖子，神情冷漠：“你要是还不愿意回去，那我就找大黄送你回去了。”话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将一个姑娘丢在了路边。沈家荣在家里是个被宠在掌心里的，哪里吃过这样的亏？他站在原地气得直跺脚。可是等了半天之后，都没有发现秦子琛回来。寺庙中，赵小雅是真的进来拜佛的，倒不是像刚才那门口说的那样，而是来感激佛祖给他一次重活的机会。每个人都生而不易，他何其有幸能死而复生。不管怎么样，能活着才有无限的可能。他恭敬地跪在佛祖面前，闭眸祈祷，最后离去的时候还捐了2两银子的香油钱。与向云墨辞别之后，赵小雅看了眼天色，还没有到日落的时候，她加快了步伐往村子里走去。才到门口的时候，就看到了三婶孙燕正带着2个儿子在院子里摘菜。以红和以德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，一直闹腾个不停。孙燕看到从外面进屋来的赵小雅，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出门去的？”这会儿太阳才刚开始落山，算着时间，其他人也该从田间回来了，这会儿应该要做晚饭了。赵小雅蹲到他身边，一起帮着摘菜，含糊其辞地说道：“我刚才去看看他们稻种种完了没有，待会儿人就该回来了。”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以红跟以德就相差1岁，2个人整天腻在一块玩闹着。这会儿俩人在井边玩泥巴。赵小雅见打消了孙燕的怀疑，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忽然背后一个东西砸了过来，赵小雅反手一抹，却是一团烂泥巴。她立马将手里的东西放了下来，脸色沉了下来，转头就看向那2个堂弟，却看到2人依旧嬉笑着，还冲他做着鬼脸。所以刚才那一下根本就不是不小心砸过来的，而是2人故意的。但是以红和以德见到赵小雅眸光凶狠，再加上那一副面孔，2个人慢慢收了笑，急匆匆地躲到了孙燕的后面。赵小雅没急着去换衣服或者去洗手，反而是对着2人道：“你们刚才故意砸了我，现在要对我道歉。”以前这事儿也不是没有发生过，但这具身体的原身性格懦弱，一直都是忍着的，才叫2个孩子越发的胆大起来。孙燕一听赵小雅这个语气，立马就不高兴了，也站了起来，将2个孩子护在身后，言辞激烈：“赵小雅，你这是想干嘛呀？啊，
啊，以红跟以德是你弟弟，你就这么凶他们呀？这家人因着老爷子的重男轻女，所以几乎是所有人都带了这样的弊病。谁要是有了儿子，谁就是天王老子。赵小雅可不管这些，她眼眸微眯着：“你们拿烂泥巴砸了人，难道就不该道歉吗？”不过就是砸了你，有什么要紧的？你多大的人了？他们两个才多大呀？你犯得着跟他们较劲？这两个儿子就是孙燕的命根子，护起犊子完全不讲理，分明就是他儿子做错了事儿，他反倒气得浑身直哆嗦，拿起刚才坐的小板凳就要朝赵小雅砸过来。听到咣当一声砸了下来，但是却没有感到一点疼痛。等赵小雅抬起头来，却见是赵随刚不知什么时候挡在了自己的面前，额头上还流着血。两个孩子见到这样一副情景，当时便吓得哭了。见赵随刚的头被打出了血，跟着一同回来的李芬芬当即便哭嚷了起来，朝着孙燕就抓了过去。你自己没了男人，你就来打我男人是吗？院子里面一下子变得混乱起来，老爷子敲着拐杖喊了好几声都没有人应他，而二房的夫妻两个人就躲在一边看热闹，并不想上来掺和一脚。点个订阅吧。爹，你把这帕子捂着别动，先在这里坐一会儿，我去给你找药来。说完，他便又转头朝外面跑去了。但是还没出院门，就被站在那边的老爷子给拦住了。老爷子见他这个时候还往外跑，更是气得不行。你爹刚才帮你挡了打，你现在不是照顾你爹，你往哪里跑啊？说着，那拐杖便在他腿上重重一打。这一下打得极重，赵小雅咬牙强忍着回答道：“我去给我爹找大夫来看病啊。”他们村子里的农民整日的活在土地上，哪里会花钱去瞧病？你去灶台下面拿点灰给你爹抹上，还想去找大夫？你有钱找大夫吗？赵小雅没有多说，直接绕过老爷子跑了出去。趁着太阳还没落山，她直接往后山的方向而去。一般村子里对于这种外伤都会选择用土办法，直接去拿香灰抹在伤口上，殊不知那样只会让伤口感染。暮色时分，后山林子里也染上了一些余灰，里头有些暗了。赵小雅没有时间去顾及疼得发紧的骨头，俯着身子在草丛里找着药草。她记得今天早上还在这一带见到了山藿香，最后拨开草丛，不仅发现了有山藿香，里面还有小蓟，这可是用于外伤出血的好药草。她赶忙摘了一些就往家赶着。等她再回到家中的时候，院子里头已经没人了，各个屋子里头烛火都是亮着的，还能听到孙燕在自家屋子里头大声哭诉的声音。而赵随刚已经被人扶到了屋子里躺着了。赵小雅没有多想，只动作很是利索地将药草用石杵碾好，放在了陶碗里，端进了屋。屋子里头，李芬芬头发和衣裳都在刚才的撕扯中变得凌乱，此刻正坐在床尾的地方，口中不停地念叨着，只说赵随刚那会儿为什么要给赵小雅挡那一下，活该他被孙燕砸死，诸如此类的话。虽然平日的时候李芬芬也对他没说过什么好话，但像今天这样诅咒他死的话，他还是第一次亲耳听到。他胸口仿佛被风蛰了一下，竟比腿还疼。赵小雅默不作声走到了赵随刚身边，那帕子上早就被血浸湿了，大概是因为他走之前的话，让赵随刚还紧紧地攥着他的手。他的嘴唇因为失血过多而变得有些苍白，他看着心底突然很不是滋味。是啊，他为什么非要给自己挡那一下子呢？今天的这个事情一定不会就这么过去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公鸡还没打鸣的时候，赵小雅就起了。院子里头还没有人起床，她掀开裤子看了眼小腿，比昨晚肿得更厉害了。她就在路边随意找了点草药，放在嘴里嚼碎了敷在腿上，然后用力地揉着。
饶是他再经得起疼，也一直发出冷嘶声。忽然就听到身后有人的脚步声。赵小雅回头一看，却是拿着木盆过来洗衣服的隔壁王婶儿。王婶儿见到她也是一愣：“哎，小雅，大早上的你怎么坐在这儿了？”赵小雅揉的也差不多了，就将裤子放了下来。“是王婶儿呀，我是待会儿要去镇子上，所以起得早了，正准备走呢。”王婶儿一直都是个眼尖的，刚才都看到她腿上的淤青肿着。她把木盆往水边的青石上一放，看了眼他们家的方向，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小雅，我昨晚听见你们家吵了起来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王婶的性子倒还好，对小雅也还不错，但唯一的一点就是太长舌了。赵小雅面上笑了笑：“昨晚吵了起来？你说我们家吗？我不知道呀。难道是我出门的时候吵起来的吗？我到家的时候，家里都还好好的呢。”王婶明显是不信的，昨天那么大的动静，她人就住在隔壁，怎么会听错了呢？她又凑到赵小雅身边：“你跟王婶儿还说什么假话呢？我又不会告诉别人。”赵小雅揉了揉手腕，往路上走着：“兴许是昨天我爹的事情吧，他昨天耕完田回来的时候磕着脑袋了，我娘就是大惊小怪的。”说完，他冲着王婶儿摆了摆手：“不说了，王婶儿，我得去镇子上给我爹抓药呢。”他今天出门的早，后来又碰着了去镇子的牛车，因着腿疼的有些厉害，才付了2个铜板，就坐着牛车去了镇上。等到了向家医馆，正好碰到医馆开门。周掌柜一开门就碰见了赵小雅，也是一愣，随后对后堂喊道：“少东家，赵姑娘今日又来了。”喊完了人后，他就往赵小雅身后瞅：“今日赵姑娘带了什么草药来卖呀？”赵小雅笑着摇了摇头：“周掌柜，今日我不是来卖草药的，我是来抓药的。”“抓药？”周掌柜才发出疑问，后堂的向云墨就走了出来，和周掌柜问出一样的问题来。“抓药？小雅，是你身子有什么不适吗？是来抓什么药的？”赵小雅只好解释：“我没什么事儿，是我爹，昨天头磕破了，我想抓一些治外伤的药。不过……”他看向向云墨，倒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了：“能不能用我的药方子？”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还是你来说，我来写吗？原本没什么的事情，被向云墨这么特意一说，赵小雅也不好意思起来。没错没错，你来写，我的字拿不出手，写得跟狗爬似的。看着向云墨被逗得笑了，赵小雅索性都不管了，向向云墨抱着他的药方。向云墨一边听着，一边在纸上写下药方，似乎字迹潦草，都是所有大夫的通病。向云墨也是如此。赵小雅所叙述的药方的确是外伤止血的，但是其中几味药材价格有些贵。向云墨只想着这副药直接送他便是，也没有在意。只是后来抓完药之后，赵小雅抢着将银子付了，不等向云墨说什么，他就拎着2包药对着他摆了摆手：“最近几日家里有些事，我就不来卖药材了，先走了。”随后人便跑了出去。周掌柜在前面忙着，瞧见了赵小雅跑着的背影，明显是左腿有一点瘸的。他摸了摸一撇的胡子，对向云墨问道：“公子，刚才这赵姑娘走路的时候，左脚的落脚轻，看样子是腿伤着了，她就光顾着给她爹买药了，也不自己看一看，倒是个孝敬的孩子。”周掌柜能看得出来，向云墨也不是没有眼睛的。刚才赵小雅进来的时候还是不怎么明显，但是她跑了起来，就让人在后头看了个真真切切。想着她腿上有伤，也不会走得太快。向云墨转头便对周掌柜说道：“你去拿一些药过来，不管是治外伤的还是化瘀的，都给我。”向云墨虽然不知道赵小雅的住处，但是昨日陪她在寺庙逛的时候，他大致知晓了她家里的位置。